家好，我是小废物手作的 Roxy。我们今天要来钩织这一款非常适合、非常应景今年马年的北欧风小马编织包。然后呢，我们需要的线材其实可以使用任何的棉线。然后因为是包包，就是类似一个托特包的概念，所以不需要它会很容易变形之类的。所以我这边准备的是这一款土耳其制的棉线，然后颜色呢也是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然后我这边设计的是希望用这一款有一点点金葱的这一款，然后来当它的底色。然后马儿我想要它是黑色的，是一匹黑马，希望新的一年有带来好兆头。好，然后除此以外的线材的部分还会需要一个可以当马的鬃毛和尾巴的线啊，我这边选择的是，其实任何就是可以分骨的线都可以，因为我这边选的这一款线材是锁链状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梳开变成一条一条的。而如果我们要有鬃毛或是马尾的感觉，我会想要把它梳开的话，像是这羊毛的或是亚克力的这一种，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好，就是可以分骨的这一种才有办法梳开，然后不需要非常多，所以可以用家里之前作品剩下的毛线就可以了。然后线材的部分是这样，然后跟你使用的线材有关，就是钩针的 size。这一款线材它推荐的钩针 size 是5到7号，大概就是3米到4米的钩针。然后我这边自己习惯使用的是4米的。好，如果其他的材料就是毛线针啊，一点白胶，布用的白胶，剪刀记号口啊。如果大家都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咯。材料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个是我们这只马儿的包包马型的样板。好，那等一下到了包身的时候，就要跟着我这个样板做钩织。然后这个样板呢，有放在连结，可以给大家下载，大家可以下载，不管有没有需要列印出来，或是直接在 iPad 上观看都可以。跟之前我有一款的手机包非常像，它就是使用这一种就是格子状像素感的这种钩织方式钩织出马儿，然后我们再额外去做立体的尾巴和鬃毛的装饰。好，所以这个也要准备一下哦。好，首先我们来钩织包底的部分。这个包是圆底的，所以圆底的包型我们使用环形起针。然后环形起针就绕线，先使用左手绕线。好，我是习惯用食指拉出来以后压住，从手掌的部分往外绕，好，绕2圈往指尖的方向。然后钩针挑起第一针，靠近指尖的线圈，捞出里面的，顺势转一圈以后，直接在后面的线段拉出一个锁针，好，这样就呈现了一个环，好，环起就完成了。再来，我们要在环起中间钩织短针，第一圈我们钩织7个短针。所以要钩织的时候，请记得2个线，就是这个线头要同时钩织进去的。好，1、2、好，7个短针以后，可以先把线圈拉长，然后我们翻到背面，尽量把这个线头收紧它，然后这个环起的中间就会变得没有空洞的，可以拉到最紧。然后我们回来把钩针套上，然后跟第一针做引拔，反方向拉紧，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圈。
好，接下来我们要钩织第2圈。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每一圈做加针，总共要加12圈的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咯。好，引拔以后，先来一个锁针起立，起立以后再引拔的同一个针目。好，这一个已经钩过的这个同一个针目，它是它的第1针。好，帮我钩锁针。不是短针，不好意思，短针。然后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短针，同一个针目是对出2个短针。然后我们在第1针放上记号扣，等一下比较好辨识。所以原本的7针到了第2圈会变成14针哦。好，然后因为刚开始可能会比较挤一点，为什么是起7针而不是6针呢？因为我希望我的包底稍微平一点，这个其实跟线材也有一点关系。如果是比较没有弹性的线材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新手的朋友会觉得自己的钩织的圆底或者是圆形并不是很服贴平面。其实有的时候是手劲的问题以外，如果你尝试了2-3次都没有成功，其实可以试着去增加它单圈的针数。因为我这个线材比较硬，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延展的比较好，然后就是线材各有优缺点。好，这个线材比较硬，所以我就直接选择7针，一圈7针。然后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试试看，7针出来的底是其实是很平的。以7针为基数去做加针，所以第1圈7针，第2圈就是14针，每一个短针就对出2针。好，第2圈完成了，2、4、6、8、10、12，然后14，所以呢，刚好到记号扣这一针。好，记号扣这一针做引拔，记号扣的是第1针。引拔的时候，尽量往反方向拉紧它，尽量去缩短这一条。好，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到了第3圈。起立，这一针我们还没有把它记号扣还没有拿起来。好，第3圈我们是1针加针，1针不加针，所以是1针，第1针做加针，1，钩了1针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换一圈。第1针要加针，所以同一个洞要再1次，然后下一针就不加针，一个洞对一个。好，下一针做加针，再不加针1针，每3针为1组，总共做7组，然后第3圈就可以完成咯。好，第3圈完成以后，我们跟第1针做引拔，往反方向拉紧，然后一针起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第4圈，第4圈就是也是1组是4针，然后做7组。圆形的包底型的东西加针的时候，我们会通常不能把针全部都加在第1针每一组的第1针，这样的话，你最后勾出来的包底越大的时候，圆形越大的时候，越容易呈现7角形。如果是6针就会变6角形，7针就是7角形，8针就会变8角形。因为同一个地方加针那边会一直突出，所以我会把它分散做加针。好，分散做加针就做奇数圈、偶数圈不同的加针。偶数圈的第1针不加针，把它加在中间，所以我第1针不加针，上记号扣，然后第2针加针，第2针钩2针，第3针不加针，这样是1组。1针不加，1针加，再1针不加，这样是1组。
总共也是钩织7组。好，到这一圈结束。好，第4圈结束以后呢，回来跟第1针做引拔，然后拔紧，锁针起立。好，第5圈的时候，我们第1针做加针，第5圈是奇数圈，所以第1针就对出2针锁针。好，接着呢，接下来是3针都不加针，所以第5圈一组就是5针。好，第1针做加针，接着3针不加针，1、2、3、4、5，然后我们总共做7组。好，第5圈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在记号扣处做引拔。好，这针比较紧，先把它拿掉。记号扣处做引拔，第1针引拔好了以后，一样反方向拉紧它，然后几乎看不到这一个引拔的针目，然后锁针起来。第6圈呢，我们是做2针不加针，1针加针，2针不加针，好，这样一组是6针，所以第1个针目帮我做不加针。1、2，好，2针不加针，第3针加针，是3、4，第3针加针，然后接着再2针不加针，好，这样一组就是6针哈，1、2、3、4、5、6，2针不加针，前后都是2针不加针，我加中间这一针。好，这是第6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以一样的方式一直加针到11圈，然后一样是单数圈加在头啊，每一组的针目一组需要的针目就是第几圈那一组就是几针，第6圈一组就是6针做7组，第7圈一组就是7针啊，只要是单数圈奇数圈就把加针放在第1针，然后偶数圈就放在中间啊。如果有这样子还不是很清楚的朋友，我会把接下来的圈数的每一圈钩织的织图用文字的方式写在下面的画面中，好，请大家一起，我们钩织到第11圈再一起回来哦。第11圈总结的时候，最后是整圈是77针。好，第11圈完成了啊，1、2、3、4、5、6、7、8、9、10、11，第11圈，然后最后总数是77针，然后圆形大概比手掌小一些，比掌心大一些这样子，然后最后呢还先不要引拔，因为我们从第12圈开始，我们就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事情。这时候第12圈之前要拿出另外一条线，就是马的颜色的线，然后我这边要使用黑线做一只黑马。好，所以呢，黑马的这个线等一下从第12圈以后就要藏在这个短针里面，然后第12圈以后呢，我们这钩织的时候就不是正常的那个短针的入针方式，短针正常入针方式是2个，是钩针戳进去的时候上面会有2条线，然后前面这一个是前半针，就是靠近我们这半针，后面这一个就是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后半针。接下来的圈数呢，我们都是钩织后半针，只钩织后半针，然后中间会藏一条心，然后在我们需要马的那个图案的时候，碰到马的图案处的时候，就会把心拿出来钩织，相反的就把
原来这个包深的颜色的线藏在这个黑线里面。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第12圈我们还是要做加针，但是这个加针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一下钩织方式。好，所以我第11圈没有做引拔结合。好，第11圈结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把钩针最后一针钩完以后没有引拔，我们先把钩针拿出来，然后刚刚记号扣的位置，我们从织片的背面好往前这样，然后把这一个线圈往后方拉，往背面的方向拉，我们不去做引拔。好，接下来呢就一针起立。好，我们从这一圈开始把黑线藏在里面的时候，好，钩织的方式就是我们只钩织后半针。好，来这样，只有后半针。好，后半针，然后呢把黑线藏在里面，跟后半针一起钩织，然后前面可以留一个短短的线头，之后我们把它收起来，然后就钩织正常的短针。好，这一针因为刚刚我这一个锁针这个头拉太长很丑，调整一下，再一次正常的短针。好，这时候我们来背面看，好，这一条黑色的线就被卡在里面，好，在外面其实是看不太到的。好，接下来我们这算是第12圈，然后我们只钩织后半针，然后这一圈我们还是要加针，所以我们在第6针做加针。好，1、2、3、4、5。好，5针好了以后，第6针钩2针，6、7，然后接下来再5针，8、9、10、11、12。好，这样是一组，然后我们还是有加针，所以几乎是平的。好，然后但是你看黑线其实从正面看看不太到，基本上哈，所以这样子总共做7组，就是5针不加针，第6针加针，然后再5针不加针，然后一整圈都把黑线藏在里面。那我们就钩好了再回来哦。好，第12圈钩织完成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整圈是84针。好，然后最后我们先引拔之前也是一样，先暂停。之后我们的引拔可能都不是做，就是每一圈结合的方式就不是正常的引拔。好，第一件事就是把里面那个新线黑线放在后面，织片的后面，然后线圈拉长，跟刚刚一样。然后我们把记号扣拿起来，记号扣的位置这边，然后从后面钩针从后面织片的背面往正面戳过来，然后套上线圈，把它往后拉。好，往后拉以后，然后我们一样是把这个稍微收紧，然后这一圈开头也是一个起立。好，然后现在这个包底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是我们的包底。然后接下来包身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来依照这张图。这张图的位置我有尽量稍把它写清楚一点。我们单圈是84针，然后呢，我希望把这一条因为包身我们这样钩织上去，一定会有一个结合点。好，我把结合线放在那个包的应该算是侧身的地方，侧面这样，应该包的正面是在这边，然后结合在这边，然后马会出现在这个半圈。好，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用一样的钩织方式，
先钩织27个26个短针，然后一样是只钩织后半针，然后把黑色的线藏在就是新线藏在里面，先钩织26针，然后第27针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要来做换色的教学。好，所以刚刚这边套上以后，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就可以继续开始了。然后这个时候新线就直接往上拉，它后面最后会有这一段是没有藏在里面的，不过这个是包的里面，所以应该没有关系。然后包底其实还蛮圆的，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蛮贴平的。好，所以这个是包身的这样往上涨，就是一圈7针的效果。好，那继续咯，新线放在中间，然后我们从第一针开始。好，刚刚这样从这边过来是第一针，不过第一针这边时候刚刚把这个线圈拉到后方的时候，我们是直接用整个针目，接下来我们就只用半针，然后里面藏着黑色的线，继续钩，然后总共要数26针。好，到这边第26针完成了，然后在图上我第27针其实还是白色的，对不对？所以第27针到第28针之间，28、29、30是要换成我这边要换成黑色的线，所以第27针我们先钩一半，一半的意思是指我们从两条线中间入针只钩一条线和把新线包住，捞出来了以后，到这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步要换上黑色的线。好，那在换上黑色的线的时候，你看这边，因为这个黑色的线现在并没有跟我们这两条线没有交叉，所以它会直接上来。好，这时候这个图案就是如果这样的钩织方式的话会比较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会让它确定是从这个位置上来的，所以我会把这两条线稍微做一个交叉。好，要钩织的就是白线，我这边是白线和黑线做一个交叉，现在一交叉了以后，这条黑线就会被固定在这个位置，而不是从中间就跑上来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线的起点会位置比较正确，会比较好看。好，拉好了以后呢，最后一步钩子黑色的就这样就换上来了，所以28、29、30都是黑色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用黑色的线去过钩织，同时把这一条白色的放在里面。好，短针28、29，好，这样就会出现2针黑色的针目。好，第30针的下一针我们要换色了，所以第30针只能钩一半。好，钩到一半以后，我们就要来换线，换成白线。好，这时候白线，你看白线也是从中间这个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位置不好，所以我们也是前后稍微交换一下，然后卡死住它的位置。好，这样就换回白线。换回白线以后，我们要来钩织10、20、21、22、23、24、25、26。好，总共有26针是白色的。这26针我们可以先钩织25针，然后第26针我们再来做换线的教学，再一次哦。好，先钩25针。好，我这边完成了25针，然后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没有再继续加针了，所以我的包型边缘已经开始往上涨了。然后25针，我们要第26针还是白色的，所以我们要先勾一下，让它伸长，这边是白色。然后接着我们要来换线，好，我们要换黑色的。所以看一下黑色的位置，好，希望我都会固定它出来的位置。所以交叉我们压好，把白色的线，你可以把需要
就是不再需要这个颜色要藏起来的线，我习惯把它压在前面。好，然后呢，黑色的线拿出来完成这个短针，这时候它就上来了。好，接着钩3针，1、2，然后第3针钩一半，钩一半以后，我们再把它放来前面。好，要包在新的纺线，我们往前放，这样就会有一个交叉，换回白色。这一圈第13层它就会长一个角。好，所以这边就1个角2个角，剩下的针目我们钩织到这边为止都是白色，然后里面包着黑色的线，然后把它钩织完，这一圈就完成咯。然后这是马图身的第一圈，然后也是这个整个包身的话算是第13圈。不过我们算图手，从这边开始，因为这边我计数，就是这马的图样总共需要23圈，所以这是第一圈。好，接着就直接把它白色把它直接钩完，这一圈就完成了。好，包身的第一圈我们完成了。好，到这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的时候，跟上一圈一样，先把黑线往后放，然后这个拉长，线圈拉长，然后记号扣拿起来，记号扣处我们直接这样从背面往正面出来，把线圈往后套，然后这一段可以稍微拉紧一点。好，拉紧以后黑线都可以不用管它，就在这后面。然后结合的部分我们就是都用白线完成就好。好，然后一个锁针起立，这一圈就是这样。好，那到了第2圈的时候，我们会在因为一直去数针数其实蛮累的，我都是用已经定位好的第1圈的相对位置，然后中间还是会稍微对照一下啦，免得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到最后再改就麻烦。然后我们这边的角呢，就是往左边右边都多加1针，每一次就是5针。好，然后这一圈我们再示范1圈，接下来就要请大家自己完成哦。然后这个马的图样，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怎么身体这么长哦？因为它最后是各位有看到成品啊，它最后是会呈现一个如果是提把在这里是半身马的感觉，所以它虽然这边看起来很长，可是做成包型以后其实不会，所以相信我，做下去就没问题了。好，那我们先一直钩织到这个黑色，就是换线处的前面2针，然后再回来。好，我们钩织了25针，26、27、28、29、30，对。然后第26针还是白色的，这边第2排，第26针还是白色的，所以呢，好，我们先钩到这里。然后第26针的下一针是第27针就要换色，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把钩到一半的白线往前捞，然后换成黑色的，让它完成，这样就换色完成了。所以第26针、第27针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黑色的去钩织。好，接下来这3针都是一样。然后我们的角对齐以后多出1针，所以对齐以后我们再多出这1针。但是因为它下一针就要换线了，所以啊，下一针就是换成白色，所以就把黑色的线往前，然后拿到白色的，把这1针钩完。好，那这样一只脚这一块就完成了。接着我们再一路走到下一只脚。这边的话应该是24针，所以我们钩23针就要停下，因为最后1针要换线。
好，我们现在到换线的前一针啊，所以我们这一针照常钩织，然后钩完了以后呢，我们把白色的线钩到一半的白色线往前拉，然后我们换钩织黑色的绕线拉出，这样我们就把线换成黑色的，然后接着用黑色钩织4针，这时候要记得把白色藏在里面。3、4，好，这边一样也是角多出1针，所以下一针我们用黑色的钩一半，但是再过1针就要换线了，所以这一针再下一针就是白色的，所以这一针就要做换线的动作，黑色往前拉，然后换白色的线拉出，好，这样就成功换成白色。然后我们把剩下的针目就钩完。好，可以看一下现在这样子就有2只脚。好，然后我们把剩下的针目钩完，然后把它整圈完成。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包身内部，虽然现在只有2圈，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掉。好，好，目前到这边最后1针了。好，最后1针完成了以后，拉长，然后把黑色线先往后放，然后呢，一样动作都一样。我刚刚的记号扣在这里，让它掉下来了。好，从后方往正面，来前面了以后，把线圈，好，线圈，等一下哦，2条线都往后放，不好意思。好，线圈把从这里往后拉，拉出来了以后，尽量把这个缩短一些，好，拉紧，然后一个锁针，好，因为我们现在要看一下状态，所以把它拉长。好，这是包身那个包底的线头，等一下可以把它收起来。然后呢，这个包虽然有换色，可是里面都不会有线圈，因为我们都把它包在里面了，有没有？其实里面还蛮整齐漂亮的。好，然后会隐隐约约还是可以看得到里面藏的黑线，但是正面其实比较不明显，背面比较明显一些。然后在包交界处这边，就是那个圈。每一圈结合处这边会有一个黑色的线段，这样子斜斜的往上走，所以只有这一条里面会看到黑色的线斜斜的往上走，也是正常的。所以包身里面其实很干净。然后接下来就请大家依照这个织图，依照这个图纸，一直完成到第23圈。23圈完成以后，我们要回来做提把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来做提把的部分。然后我希望大家有看清楚刚刚换线的，就是换色的教学，如果没有看清楚可以回看。好，那我们就到钩织完成的时候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譬如说这边有比较长一段同色的时候，这个新线尽量不要去拉扯它，因为正常的松紧度它就会安在里面，好，刚好随着我们这样子钩织的时候埋在里面的。但是如果你硬去扯它，它就会有一个被收紧的效果，就像束口袋一样，因为这里面就是一条线在跑，好，所以你看这里如果拉紧的话，整个就会揪在一起，那这样包身就不会是很平整的平面，会变成有点凹凸不平，就比较不好看。所以要小心，就是不要去扯到这个新线的部分。然后中间包身这边，像马身体这边是白色当新线，然后在换线的时候就轻轻的把它换上，不要去拉扯，不然这边你是会被揪起来，然后到时候那一块就会比较皱褶，就没有那么平那么好看。好，那我们23圈以后见咯。好，大家慢慢加油，然后再回来。
好，现在我们这一款包包已经依照这个织图上这个图纸上的那个范例啊，我们勾完了它的图样，所以它马的身体虽然很长，然后你看大概我们从结合处这边对折，其实就是半面的马儿的身体，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再上这个鬃毛啊和尾巴，所以这个配置我觉得位置蛮刚好的，正好在一面的正中间。然后到了这个图纸上的第23圈钩织完成了以后，黑线呢我们就可以剪掉，然后黑线剪掉以后留在里面之后再做收线头的工作，然后看一下里面那个这个包包里面其实它不会有很多线头，有一些小线头，这个是我刚刚有接线，对啊，然后还有底的，还有这个黑色的头和尾，好，所以其实里面还蛮干净的。最后这个包包需不需要使用内袋啊？就看大家自己的习惯，然后到时候我们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这边呢，我已经把黑色的断线了。好，第23圈结束，我们要钩织第24圈。黑色的断线呢，因为我之后就我们之后不再需要黑色。但是如果我们就直接开始钩织，比如说，好，我把这个先拆掉，记号扣这一针，我们直接开始第24圈。好，直接开始的话，只钩后半针，这样子它这一个针目会比起刚刚这个针目稍微不立体一点，尤其是我的线比较粗，所以里面就少了一个东西。所以这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拿出那个，如果有另外一条线就拿另外一条线，但是如果没有也不要紧吼，直接用这个，因为我刚刚是从新抽，所以现在我们从外面，好，外面拿一条线当它的新线，然后它这一段线段把它剪下来会比较好操作。剪下来需要多长呢？大概我们还剩下5圈，所以是5圈，然后我们可以去量这个长度，因为还有提把，所以一定会比5圈多，因为提把是会凹起来的。我就预留这一段，这个包口的，就是一整圈包口的长度，如果是这样，我就预留它的10份，把它缠起来。好，我们到这里就是预留它10圈的长度，然后把它断线，然后稍微缠一下。好，那这样就是我们另外一条可以包在这个本身里面的线，取代黑色的新线，然后让它有一个固定的立体的宽度。那我们就把它藏在里面，好，大家就要小心，不要去勾到不同条线。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然后这样子第一针把它藏在里面，这样固定在里面就可以了。然后稍微留一个线头，等一下方便最后把它收起来。然后这一圈呢，就是一整圈都是只钩后半针的短针，然后钩一整圈，所以总共是84针的后半圈的短针，然后都要把这个新线藏在中间，好，不要忘记了。好，那我们可以钩完整圈再回来哟。好，第24圈我们钩织完成了，然后我们就先把线都往后捞，然后把这个往后结合起来，拿起来。好，然后呢，到了下一圈，我们就要来第25圈，我们要来准备钩织提把的部分。好，一针起立，
同一针，这时候要找清楚后半针，然后包含这一条新线，然后这边有点多线头，好，包含这一条新线，我们把它勾起来。然后我们这样是1针，总共我们要钩织12针。好，这是第1针，我们钩织12个短针，一样是只有钩织后半针的短针。好，12针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钩织26个锁针。然后这个新线呢，暂时就不需要，先把它放在里面。1、2、3、4、5、6。然后呢，这个中间的这个新线有一段可以预留一段可以收线头的长度，稍微可以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接着，因为中间这一段把手的部分我们没有要过去啊，所以等一下要接着继续把它藏在里面。然后我们把手这26针锁针不要做翻转哦，要留意一下它的位置。然后中间我们这边空18针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空好18针以后，可以拿一个记号扣。好，第19针的地方是这一个地方。好，所以我们挂在第18针，我们勾它的下一针，这样可能比较好操作。好，那进来锁针这边，我们看一下锁针，好，不要转到，好，顺的26个锁针。然后接下来呢，下一针是空18针，我们在下一针第19针开始钩织，然后记得把新线放在里面。然后这时候是1针，好，我们总共钩织24个短针，一样是钩织后半针的短针。好，24个短针好了，然后这边接下来一样是26个锁针，好，26个锁针以后，这边也是我们的新线，这边也是线短线。好，把它放去里面，然后我们一样是空18针，2、4、6、8、10、12、14、16、18，第18针在这里。把18针也可以事先敲好啦，哦，然后18针在这里，我们钩织它的下一针，然后检查一下锁针有没有翻转，没有的话，下一针进来。然后我们剪断的新线可以再包进来，好，一直都包着它，就因为我们希望它整个就是有一个整体感。然后这边断线过后，之后就不会再断线了哈，因为这边是为了配合中间这边的缺口。好，这边勾了，这边开始再继续勾短针，这边总共也是会有12个。勾后半针的短针。好，像我们这一圈就是把手的配置，这一圈已经完成了，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划2圈，把手做一个加强，就是这太细了嘛，我们再钩织2圈的短针让它加强。好，我们先记号扣先拆掉，我们结合。这里往后拔，好，拔完了以后，这个是新线，要分清楚哪一个是新线，哪一个不是。好，这个是我们的线头，然后拉好，
一个锁针上来。好，所以这边这一排这边就会有多出1、2、3、4，就是开口两边的4个线头。好，这样子。好，有看清楚了哈。那最后再收就可以了。接下来新线就跟着一直走哦。好，起立了以后，我们再开始一样钩织短针，这次钩织11个短针，到把手前停下来。好，11个短针钩织完成了以后啊，我们接下来要来到把手这边，然后把手这边。因为我们之后中间不会再做加固的动作了，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有点像水桶包、托特包的感觉，好，所以这边有一个洞孔正常的，我们没有要再去加强它，所以在锁针的这个部分，我们要钩织的地方都是它的里衫，就是这个辫子翻过来的反面会有一个凸起。这个凸起就是它的里衫，所以第一针的里衫在这边，我们可以拿记号扣稍微先抓一下。好，第一针锁针在这里，它的里衫在后面这一个，然后我们一直拉到最后一个锁针在这里，这是最后一针，然后最后一个锁针在这里，最后一个里衫在这里。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要中段都是要钩织这个凸出来的里衫。那接下来呢？新线还是要在里面。下一针，最后一针短针这边，我们要跟这个记号扣的里衫做一个减针。减针就是短针进洞拉出以后，先不要绕线再拉出，直接进下一个洞。下一个洞就是我们记号扣的位置，记号扣可以拔掉。记号扣的位置进下一个洞。这样这时候呢，你的钩针上会有3个线圈依次拉出，这就是减针。然后减好针以后，可以把刚刚那一个记号扣直接套在这个减针上，我们下圈钩织起来会比较容易。接下来的24个短针呢，都是要钩织这个锁针的里衫，好，就是后面这个凸起，锁针的里衫，然后中间包着我们一直包住的新线，这样子钩织24个短针，会到最后一个记号扣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回来。好，24个短针钩完了以后啊，我们下一针就会遇到记号扣的这一个里衫，好，把记号扣拿起来。好，记号扣的这一个里衫呢，我们要跟接下来的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做减针，所以短针后半针在这里。好，里衫先钩一次，拉出一个线圈，然后短针的后半针在这里，然后每勾起来拉出一个线圈，2个线圈一起拉起来，然后刚刚的这个记号扣继续挂在这个减针的针目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针对一针把这个钩完。我好像钩错了，再一次，我漏了一针。好，最后一个里衫和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好，这样就对了。好，然后这样子记号扣挂在减针上方。接下来本来是24个短针，那我们这边已经钩织了1个，然后最后我们要预留1个做减针，所以呢，接下来钩织22个短针，然后只要钩织后半针就可以。然后之前刚刚线头这边这个线头，如果心有余力的话，那个新线的线头可以把它包起来。好，22个短针钩织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拿出记号扣，先把线圈拉长，好，再拿出记号扣，2个记号扣。那我们先来寻找提把这个锁针的里衫啊，第一个锁针在这里，它的里衫是翻来后面往后推一点点的地方，就是这一个。然后最后一个里衫到这里，
这是短针，最后一个里山在这里，翻过来。好，这个地方我们挂记号扣。好，这边的操作就跟刚刚这边一模一样啊，就是遇到记号扣第一个锁针都跟最后一个短针做交界处，我们都做一个减针。好，这边，然后再跟这一个记号扣的里山做一个减针，然后两个一起拉起来，然后记号扣拿起来。把它换在这个减针的针目上。好，接下来就是钩织里山，总共24个。好，24个短针钩完了里山的短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碰到最后一个里山，我们可以确定戳好洞以后，可以把它记号扣拿起来。然后这一个要跟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做减针，第一个短针的后半针在这里，好，减针，然后把记号扣挂回减针的这一个针目。好，接下来11个短针把它钩完，然后跟第一针做结合，这样这一圈就完成咯。好，我们到了第27圈，第27圈是短针的最后一圈了。然后这一圈的操作跟上一圈非常相似，就是我们遇到记号扣和它外面的那一针，我们就要做减针。所以呢，一开始锁针起立以后，锁针起立了以后呢，我们就来钩织10个短针，一样是后半针，然后要把新线藏在里面。好，10个短针以后，距离这个记号扣还有1针，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在它和我们要以这个提把为主，然后往外做减针，所以它跟它的前一针做减针，所以一样是只有后半针这一针和记号扣这一针的后半针。我们可以先把记号扣拿出来，记号扣这一针。也是钩半针，然后两个拉起来，这就是减针了。然后接下来这边就不用再放记号扣，这边最后一圈了。然后接下来一样是24个短针，提把上面这边一样是只有钩织后半针24个。好，24个钩完，刚好就会遇到这一个记号扣，然后我们把记号扣拆起来。记号扣这一针也是后半针，跟它的下一针一起做一个减针，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保提把最后有一个自然的弧度往上，有没有？对啊，因为我们这边有做减针抓紧，它就会以这样子的平面改成这样子的弧度。好，那接下来本来是24针，我们这边是20针。减针完以后，做20针短针到对面。好，20针短针完成了以后，会发现刚好到记号扣的前一针，然后一样是这最后一针和记号扣这一针，这2针我们做减针。记号扣可以拿起来，这一针和记号扣这一针，我们做一个短针减针。然后接下来又是24针的提把。好，24针提把钩完的时候，刚好会到记号扣这一针。好，结束的时候是记号扣跟记号扣的下一个短针做减针，一样是后半针，好，一起拉起来减针。然后接下来就把它钩完，应该还会剩下10个短针。10个短针完成了以后，好，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剩下的新线预留的比较多，因为怕没有，所以新线可以稍微剪掉了，然后再预留一段可以做收线头的工作，然后把它拉去里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不要做结合，接下来整圈我们都来做引拔，所以这时候不用像刚刚一样的结合方式，直接把记号扣拿起来，然后记号扣这一针线放去后方，记号扣这一针开始调整好松紧，我们直接开始引拔一整圈。好，可以先再放个记号扣在引拔的第一针上面，不过这还蛮好辨识的，所以可以不一定需要。然后接下来整圈的引拔，好，这一圈引拔是最后一圈了，所以引拔调整好松紧度这件事情蛮重要的，不要拉得太紧，太紧的话包口会收，然后也不要太松，太松的话会像刚刚那一针，我觉得就太松，就会有种浮起来的感觉，就没有修饰边缘的效果。好，所以就是拉好大概的每一针都差不多的引拔方式，把整圈拔起来，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坚固的边缘的感觉。好，我们今天拔到记号扣前一针，所以这最后一针。好，引拔完成到记号扣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直接预留一个线段，然后做断线的动作。好，那我们要把它无痕的隐藏起来，所以呢，记号扣这一针我们拿掉，然后可以用毛线针，不过因为我的线非常粗，也非常实，因为它是锁链的针，锁链状的针，所以我就不用毛线针的，我直接用钩针来完成收这个，做一个隐形的结合的动作。好，我们刚刚记号扣这一针不要，它的下一针我们要做一个假的一针，把它 cover 在上面。好，这一针，然后我们把线头捞进去，捞出来，稍微挑起来一下，让它盖住下面那一针。然后接着我们要把它绕回来这里，绕回这个入口。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后方，不要只用一条线，所以我通常都会从在后面一点，想办法拉2条线出来，然后把它挂回。好，这样我们接口这边其实就看不太出来，这边是结合处。好，那我们的包体呢就完成了耶！好，我自己觉得是蛮可爱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些动作，让它可爱加分，然后也比较吸睛，看起来比较像真的嘛，然后也不会这么平面，让它有一些立体的感觉。好，然后它包体用我的这个线材去勾的话，包不会太大，包大概是底大约是15到16公分，然后包身我们来量一下包身的部分，大约是20，如果是到提把口这边好了，好，到这边包身大约是19。然后加提把大概是20出头公分，所以是一个可爱的小包。然后我们要让它正面和反面都出现一些比较吸睛的要素，所以我们要来帮它加鬃毛，好，和尾巴。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请大家有空先把线头都收一收，然后粘一粘，然后我们再准备下一个线材，就是任何的你喜欢的颜色的鬃毛的毛线，好，不管是咖啡色灰色或者任何，其实 maybe 彩色都可以。好，大家准备好，就是开始咯。好，我花了一点时间把线头都收好了，然后里面就包在里面，然后把它翻面。那我们现在要来帮它加鬃毛和尾巴。好，那操作上呢，我觉得先鬃毛比较容易，因为尾巴比较粗一团。
然后我原本想要使用的这个颜色，我后来觉得偏深了一些，所以我后来又去找出，总之就用家里自己就是不用特地，我觉得不用特地去准备，去找一些相关色系的线可能就可以了。好，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去比较好看。好，那这边有我们需要加那个鬃毛的位置，好，这边有1、2、3、4、5、6个点，然后每一段呢，我自己比较习惯就是我先把它加到足够的长度，然后我们再去做修剪和梳开的动作。所以呀，我希望它就是从这边开始到这边大概有5公分以上让我去做修剪。于是所以我这边开始来剪线段了。我们大家可以先试试看，因为每个人线材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喜欢的长度可能也不同，但是它是长一点比较好操作。我都会剪大约20公分的线段再去做修剪。好，20公分一段，然后一个鬃毛，一束鬃毛，我自己这个粗细的线，我觉得至少需要2到3条。那我们就先试试看20公分的线段。好，可以先做一个尝试，然后再去更改。好，我们做3条好了，20公分。好，我们做3条，把它剪断。好，然后我们需要钩针，然后还有我们的包包。这个时候我们从最底下这个我们不加，从这一个针目，这边我们从下面往上好了，我们从这一排这个第一个粉红色的点点这边来开始帮它加鬃毛，然后它是加在黑色的地方，它有点像背后长出来的感觉，所以这个算是这一针，应该算这一针。然后我习惯是，我觉得这样，因为我的毛是往这个方向，所以我用这样就是跟马背垂直这个方向去固定我的毛线会比较理想，因为它这样结会打在这边。好，然后我们把毛线挂上，好，一口气把3个线都拉出来，然后就会卡在这里。然后呢，这个时候可以把，我是看大家惯用手，我是右手的人，所以呢，这一段线段这一段可以不用太长，左手边的不用太长，右手边的这一条，我们从上方过去，绕到后面，绕到后面，然后呢，从这边出来，就是等于是用右手边的线绕左手边的线1圈，好，从上方绕1圈，然后到最后跟自己这一段线段交叉，交叉了以后，从这一个洞，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个洞孔进去，其实就是右边这条线去打一个结，然后把左边这个线包在里面。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反个抽？因为这样我自己觉得结比较不好看。好，这样的这个结我们可以调整，它上面会有一个结的形状，然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和长短。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有一个这个结会比较好看。好，那调整好了以后，这一股就挂好了。然后留一定是过长，因为如果不够长的话，我们刚刚在打结的时候就会有困难。好，如果觉得这样3股蛮好的，那接下来就1、2、3、4、5还有5分，就一起，大家就直接裁线，把它都裁完，然后一次把它裁完以后就可以一起来挂。好，那我再示范一次它挂线的方式哦。20公分就这样。好，拿20公分的3股，好，
再一次，我们就这一股挂完以后，我们就斜上方这个地方，然后挂在这一条这一针上，好，垂直的，然后线进去，拉出，好，这样。好，那左手边的线需要比较短，好，右手边的线比较长，右手边的线从上方过去，从后面绕出来，等于是绕左手的线一圈，然后往偏上方出来以后，过自己的线，然后直接过自己这条线，经过这个洞，把它从洞下面拉出去。我觉得用很多根线示范有一点麻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如果没有看懂的话，其实网络上也有其他一些资讯。好，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调整它的结，然后和两边的长度调整好，然后就会有一个这个状态。我决定再用单股线来示范一次。好，我们现在用单股线来示范一次，我挂在它上方这个地方，然后大家把它想象成3股哦。好，我挂这一条，好，拉进去以后呢，这一条线绕过右手线，绕过左手线上方，绕一整圈，右线绕左线一整圈，一整圈以后回来这边，从它这一个他们2个制造的洞过自己，从上方到下方，这样，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结，这个结是可以调整的，稍微拉一下就可以改变它的位置。OK， 好，那大家就把鬃毛的线6重都一起把它完成。完成以后，因为它会有点这样翘起来，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把它固定。好，鬃毛这边6束我都挂好了。好，那我们先来处理尾巴，然后我们再一起把那个固定的这件事情做好。尾巴我们要挂在这里，好，等于是屁股最上面这边。然后我根据刚刚鬃毛，所以请大家先挂鬃毛，看大家需要的是2股还是3股。然后我觉得根据刚刚这个鬃毛的量，尾巴大概我想要它大概就是降一把，这样4束或者是3束以上，啊，每一个是3股，所以我可能至少需要个10个。然后尾巴的长度其实也是可以做调整，所以呢，就先来剪线。好，我们就弄蓬松一点的尾巴的感觉。然后这也是为什么用羊毛线多股缠在一起以后，其实是可以变比较细的，因为它里面是有空气感。然后我这是剪稍微长一点，比较好操作，25好了。好，我们先剪，我来剪个12股，试试看。这样是10个。好，等一下不行，我再减少。好，对着，然后我也剪稍微长一点，比较好操作，因为它比较大，比较粗。我剪了大约25公分。好，都剪开了。好，这样这么大一把，看能不能直接把它绑在它的屁股这边。好，一样钩针，但是这次好像不太可能全部都拉进去，所以我把它分成2次或3次，我一次拉个6股好了，1、2、3、4、5、6，然后稍微把它对齐，等一下比较不用调长度。好，那从屁股这边下去，再上来。好，我们一次其实可以把它稍微摊平一点，让它不会卡住，然后用力拉住，
这样就一次可以过得去。或是用大根一点的钩针。好，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尾巴好像不够蓬松，不够多。可是全部都上去好像也太多，那我们再加3股就好了，因为还可以梳开，梳开就会更蓬了。好，那一样的地方哦，就再一次，然后这边先不要管它，再拉3根进去。好，然后我们把2边都拉下来，稍微对齐一下。好，打结的方式跟刚刚的是一模一样的。好，打结的方式就是绕过它，整坨绕过它，转去后面，然后从上面这边，这个因为太多股了，这个洞比较难拉，我们找到这个洞口，然后从这个洞下去。我自己的诀窍就是记得，就是右边的线绕着，把左边的线藏在中间，打一个死结。好，我觉得这蛮大把的，蛮好的。好，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结啊和2边的长度，然后这样胖胖一股。好，我觉得好像可以，这样这都可以调整。如果你装了以后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可以重来。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就会往下垂，因为结有重量，然后你这样拿起来，它就会一直垂在这里。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会做最后一个动作，再修剪，然后和我们先把它做，我自己会先把它做梳开，然后把它调一个角度，可以拿小的梳子，或是我这边我自己有这个特别就专门拿来梳开，就是编绳或者是什么的梳子，然后稍微把它羊毛的，尤其是羊毛的线，它可以就是它本来就是很多股，所以它稍微梳开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毛。会非常蓬松，但是会牺牲一点在小梳子上，或是可以用手动，就是先把它分股了以后再梳，会比较顺利啦。但是没有关系，直接梳就可以了。好，把它梳开就好啦。好，我觉得这样先这样。我觉得这样有的地方有梳开，有的地方没有完全打开，还蛮可爱的，有一种小马去电棒烫的感觉。好，然后接下来呢，方法就是可以把它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它就是比较轻了，所以它不会这么垂，对不对？然后我还是会想要把它稍微服贴在这上面一点，所以啊，大家可以拿线。拿刚刚它同款的线材，然后剪一个线段，然后用毛线针，然后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结就是稍微再往上推一点，推回它，因为我们刚刚在拉长它，好，应该还是可以动一下，所以把它往上推一点，推到它比较靠近马身体的位置，好，拉一下，推一下，这样。OK， 然后它结的位置就回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从背面开始，然后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结固定在包包上，所以我会离它大约1个针目的距离，在这里。好，离它本来我们是固定在黑色这个，我们再从白色这个针目这边开始，我进线。然后我就利用这个把它包住它，捆住它，把它等于像把它缝固定在我的包包上。好，所以这边进线到这边进去，然后把它稍微
调整到喜欢的位置，这样它就会卡住在这个位置，它就不会再掉下来。好，主要是那个结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往后面一点走，这边把第2个中毛也把它固定住，往回缝，然后最后拉紧的时候推一下位置。再来这边，每一个都一样，把它包在这个结的最下方。这样这个结就会固定在包包的包身上。好，我6段都固定好了，还没有打结之前可以先这样看一下，它不会倒了，就很开心。然后啊，后面呢就是线段把它这边会有1条，这是正常的，然后把它打结，然后藏起来，这样就完成了这边的固定的工作。好，然后回到正面，我们就可以把它梳整齐以后，看大家喜欢的长度。我大概想要它大约，我也不知道5公分左右，对，就勇敢的剪下去，拉一拉，有没有剪到？好，小马就有很厉害的毛，好像偏长了一点，可以再短一点。啊，可以往下梳梳啊，或者是什么形状都可以哦。再短一点好了。剪这个毛还蛮有趣的，有种剪头发的感觉。稍微再短一点点，因为它很蓬，炸毛感。好，然后我喜欢它有一点不要这么固定，有种嘿嘿，那还蛮可爱的。然后尾巴也是一模一样的处理方式。然后尾巴看大家想不想把它梳开。好，我觉得梳开好像还是不错啦，还是梳开好了。把它梳开。好，我觉得梳成这样差不多了。然后尾巴这边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小技巧，让它尾巴看起来更好看。就是一样，我们也是固定这一个结。然后如果我们固定这个结的时候，不要让它这样这个方向，我们让它稍微有点往上。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那个往上的针目的位置，比如说这样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尾巴会有点往上扬，然后再垂下来，这样比较好看。也是看个人喜好啦。我自己就觉得这样比较好看，所以我就把它固定成这个样子，然后把结固定在包身上。记得这边最后要拉紧的时候，让它固定在这个大结的下缘，这样包住，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自然的下垂。啊，因为马尾巴只有1圈，我决定再固定一次。好，我们再走一次，同样的位置。好，把它收在这个位置，然后它等一下就可以梳一梳，固定一下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有精神。然后我们把它这边，因为2个很近，我们可以直接打结。然后尾巴的长度也可以，既然刷好了、固定好了，也可以修剪。不过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看，所以我把下面太虚的毛修掉就好。好，所以好，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小马包。然后其实不加内袋，我觉得里面是可以使用的。好，线头收干净的话，其实凸点并不多。然后内袋的话呢，大家可以上网买这一种，就是直接水桶的内袋。我觉得可能我不会车啦，但是应该会车也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这种现成的，我觉得挺好的。现成的里面还有夹层，然后上面还有束口，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我这一颗刚刚好可以撑进去这个里面。那如果撑进去里面的话，那线头那种东西就更不是它的问题了。好，进去来啦，扯一扯，这样整个包型就会变得更挺。好，长这样。好，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作品啊，我本人还蛮喜欢的。我自己要来做一卡，拿去自己过年的时候背去走，就是提去走跳、逛街啊、吃饭。对，因为我样板那一卡已经不在我身上了，打样的那一个太受欢迎了。然后这一个影片目前这个也已经不属于我了，所以我自己要再做一支啊。大家也可以做有创意的配色，譬如说我下一个可能会想要试试看黑线配白马之类的啊，或者是变成彩虹小马都可以哦。好，这个就是小废物手做的马年小作品，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不会的。而且这种我自己觉得勾这一种织图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感觉一直有在完成什么，所以不知不觉一只马就勾完了，很实用又很可爱，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可以哦。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